老师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1:06了。哎，小李，你知道机械表是怎么转的吗？转起来不难。我们让一个重物在下落的时候拴在齿轮上，这样齿轮就能转起来了。这样还不行，物体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齿轮跟着转的也越来越快了。但是表针的转动肯定是均匀的。有了，那我们可以用单摆。单摆的运动是均匀的。你说的对，单摆的运动确实是均匀的，而且在摆动幅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摆动周期和摆动幅度无关。从视频可以发现，不管是摆动幅度大还是摆动幅度小，摆动周期都是在0.57秒附近。但是它也不行，因为没有能量的输入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停下来了。老师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们现在有以下2个装置，重物下落可以提供能量，但是转动不均匀。单摆运动倒是均匀的，但是没有能量的输入，运动不持久。如果能把它俩结合起来，各取所长就好了。这时候惊为天人的发明就出现了，那就是擒纵装置。这个重物下落可以提供能量，我们把它命名为能量装置。单摆可以提供一个周期信号，命名为震荡装置。这个就是擒纵装置中的擒纵轮，这个是擒纵叉。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首先，重物下落带动擒纵轮转动，这时候单摆向左摆动，擒纵叉的下叉卡住了擒纵轮，擒纵轮停止转动，完成了擒这个动作。然后单摆摆回到中间，擒纵叉的下叉不再卡住擒纵轮，完成了纵这个动作。然后单摆继续向右摆动，擒纵叉的上叉卡住了擒纵轮，又完成了擒。然后单摆又摆回到了中间，擒纵叉的上叉又不再卡住了擒纵轮，第2次完成了纵，也就是单摆摆动1个周期完成2擒2纵，也就是单摆摆动3个半周期会完成7擒7纵。孟获，没说你走错片场了。那么单摆是怎么获得能量的呢？那这里上叉有这样一个结构，轮子转动的时候会拨动擒纵叉，进而给擒纵叉一个能量，擒纵叉又把能量传递到了单摆上，进而单摆就可以持续摆动了。同理，下叉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，擒纵轮转动的时候也会拨动下叉，进而给单摆传递能量。老师，那你说手表里的震荡系统用的也是单摆吗？如果手表也用单摆的话，老师，哎，这么巧呢？老师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最近这不肩周炎犯了吗？去医院看看去。怎么肩膀还不好了呢？这不前2天买了块手表吗？天天得这么举着，那可不肩周炎就犯了。那得多累呀！单摆的那种运动叫做间歇振动。那间歇振动还有很多种，就比如这个弹簧的末端粘上一个球，那这个球的运动也是间歇振动，振动的周期同样也是和振动幅度无关的。我们把弹簧换成这种游丝结构，那这种游丝结构的运动也是间歇振动。手表里的震荡系统就是这种结构，画红圈的部分就是游丝。手表中的能量装置是个发条，你手运动的时候会带动手表陀飞轮转动，其实就是在给手表的发条上劲儿。发条带动擒纵轮转动，游丝给擒纵叉一个周期信号，让擒纵叉完成对擒纵轮的擒和纵。同理，上叉和下叉的端口也做成了这种倾斜的，这样在擒纵轮转动的时候就会拨动擒纵叉，进而给游丝提供能量，让游丝持续运动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您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，请留下一个顶来支持一下我这个新人 UP 主。这里先行拜谢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